在陪寡嫂去上香的途中遇到了刘匪，嫂嫂为了救我被刘匪掳走。被救回来后，夫君要娶嫂嫂做平妻，说若娘为了救你被人掳走，如果我不娶她，她只有自尽一条路。婆婆说若娘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懂得感恩。我的儿子牵着寡嫂的手笑着说，从现在起我可以叫大伯母叫娘亲了是吗？我不能做忘恩负义之人，只能看着夫君要将她娶为平妻。直到听到他和若娘在屋里说，若不是用这个法子，沈昭昭怎么会同意你进门？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。我心如刀割，原来的夫妻恩爱，母慈子孝都是假的。他们俩已选好了新夫人和母亲，我成全他们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回到镇南侯府的时候，夫君赵云轩走了过来，皱着眉说，还有几日便是我和若娘的婚期，你怎么还没叫人准备好？我想了一下，若娘毕竟新进门，她现在的院子实在有些小了，我看着她，不如我把正院让出来，重新粉刷一番。赵云轩一脸惊喜地看着我，昭昭，你愿意？若娘还担心你会吃醋不高兴，可我就知道你不是小气的人。她轻轻搂着我，我知道你有些委屈，但是先忍忍，毕竟若娘救过你，你这样为她，旁人知道只会说你知恩图报。日后你们平起平坐，若娘性子柔弱，不会与你相争。你又懂事，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亲亲密密的好姐妹。这正院先让她住一段时日，等新婚过了，我再让她挪出来可好？正院代表着镇南侯夫人的地位和颜面，她让我把正院让出来给若娘住，无疑告诉众人若娘在她心里的地位，让众人知道谁才是镇南侯心尖上的人。若是以前，我必是要哭了，可是现在我不在乎了。我轻轻摇着头，正院让出来便让了，何必再挪来挪去，以后就让他住吧。赵云轩看着我，有些疑惑我大方的出奇，不像以往的性子，问道，昭昭，你不会在我和若娘成亲这事上为难他吧？我笑了笑，怎么会，他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？我一定会为你们操持一份盛大的婚礼，告诉大家，若娘日后便是镇南侯的主母。赵云轩释然笑了，那你去打点吧，我去看看若娘，她今天陪着宝游湖放风筝。我看着她欢欣离去的身影，心里一阵酸涩。我想到了皇上与我说的话，老将军战功赫赫，我答应过将军会护你周全，朕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。你与镇南侯的婚事是你父亲临死前的遗愿，他是为了救镇南侯而死，镇南侯也应允过会照顾你一生一世，不会纳妾，不被通房。他如今背信弃义，你若要追究，朕也可为你做主。是啊，他不纳妾，他现在是要娶平妻，而且还是对我有救命之恩的嫂嫂呢。我含着眼泪说，皇上，镇南侯为了与他的嫂嫂在一起，不惜设下陷阱害我，我不如干脆成全了他们，我怕我再横在他们之间，性命难保。皇上叹气，你既然心意已决，朕应允你便是，过几日便会下旨与你和离。我与赵云轩成亲数载，夫妻恩爱，还有一个儿子宝。可是2年前他兄长战死，寡嫂一人住进了侯府，从那时候起，一切都变了。赵云轩从开始的可怜嫂嫂守寡，尽心照应，从开始的有礼有节，变成了1日3餐的照拂，连若娘1日3餐4季的衣服首饰，他都会亲自过问，就怕有一点不合若娘的心意。而宝儿更是喜欢他，因为我对他管教甚严，他是世子，自有他要学习的东西。而若娘每次见他，便会给他买各种稀奇的玩意，好吃的点心，纵着他玩耍，久而久之，他的心早偏到了若娘那里。我回到主院，丫鬟玉儿急得一头汗冲上来，夫人，小世子把老将军留下的那幅亲手画的画拿走了。爹爹留给我的东西，最珍贵的便是他亲笔画的这幅画，画的是他当年驻守边塞的风雪。以前我每次想爹爹的时候，便会拿出来看。他去世后，这便成了我最珍贵的东西。听说宝儿将他拿走，我急着问，他拿去哪了？拿去干什么？玉儿说，他说拿去做风筝，去和他娘亲放风筝。我的头嗡一下要炸开，他的娘亲？若娘？他居然拿着他外祖的遗作去和若娘做风筝。我转身冲着若娘的院子而去，刚到湖边，听到一阵欢笑声。
宝儿拍着巴掌，娘亲，风筝好不好看？若娘柔弱的声音在一旁笑，宝儿做的风筝真好看，娘亲很喜欢。云轩，放高一些。赵云轩声音里带着兴奋，好，等我放得更高，让你们看得更清楚。我赶过去，看着天上的风筝，我眼泪涌了出来。糊在风筝上的正是我爹的那幅画，他们竟然将它割下来糊成了风筝取乐。住手，把风筝放下来！我一把按住赵云轩的胳膊，宝儿一把推开我，你干什么？我亲手做的风筝，我要看风筝，母亲你为何不许？我红着眼睛，宝儿，你风筝用什么糊的？宝儿被我的神色吓了一跳，喃喃的没有说话。若娘一把抱过宝儿，抱歉的看着我，对不起，昭昭，你别怪宝儿，是我说放风筝的。我宝说你有幅自己画的画，大小正好糊风筝，我想着也不是名贵的字画，就答应了。要不我再画一幅赔给你？赵云轩看着我气势汹汹的样子，不高兴地说，大家高高兴兴的玩，偏你一出现坏了气氛。不过一幅画也不是名家字画，我赔你一幅前朝大师的字画，价值千金，比你这幅好多了。若娘红着眼睛接着说，都是我不好。我说我从未见过雪。世宝说你那有张画的寒雪图，专门拿来糊了风筝让我看。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骂只冲我来，别怪宝。宝用力一推我，我讨厌你，然后扑进若娘怀里哭。我不要她做我母亲，她每日只会凶我骂我。赵云轩站在若娘身后，将她和宝儿搂在怀里，冷冷地看着我，你一回府就发什么疯？宝儿本来很高兴，现在被你弄成这么伤心，你怎么当母亲的？我上前要抢过他手里的风筝线，他一把推开，拿过一旁的剪刀，将风筝线剪断，嘲讽地看着我，现在风筝没了，不用再闹了。我眼泪涌了出来，我爹爹留给我唯一的话就这么没了。我转身吩咐下人，快出去寻那个风筝，谁能寻回来，我赏1000两。赵云轩一把拖住我，涨红了脸，你非要这么胡闹吗？我把他放走了，你就要和我对着干是吗？我反手一个耳光甩在他脸上，眼睛里喷出火来。赵云轩，那是我爹的亲笔字画，是他留给我唯一的亲笔字画，你们毁了他。赵云轩呆住了，愧疚地说，我不知道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一把挣开他的手，直奔出去，带人去满城地找我的风筝。等我一身疲累回到侯府时，已是华灯初上，风筝不见了。我看着这个侯府，心中一片酸楚。我付尽一切的心血打理这个侯府，助赵云轩疏通朝中关系，养育儿子费尽心思，如今却是现在这样的局面。刚进屋里，只见若娘红着眼睛在老夫人面前哭着，娘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昭昭一定恨死我了，怎么办？宝儿在一旁说，祖母，那话是我撕下来的，和娘亲没关系。她紧紧拉着若娘的手，一脸戒备地看着我，你别怪娘亲，这是我怀胎10月，难产去了半条命才生下来的儿子，如今叫着别人娘亲和我对峙，我的心像落入了冰窖一般，冷得发疼。赵云轩也轻哄道，好了，再哭眼睛要疼了。那风筝是我剪断的，昭昭要怪只会怪我，不会怪你的。等他回来，我赔一幅字画给他就是了。老夫人抬眼看见我，一脸不喜，昭昭，你一个人任性跑出去，整个侯府乱成什么样子？你怎么当主母的，就因为一幅字画？这字画没了便没了，我知道是你父亲留给你的，可是死人总不能比活人重要吧？你忍心因为一幅画伤了全家人的心不成？我牙齿咬得一阵腥甜，死人没有活人重要，那是我爹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他们轻描淡写一句便抹灭了。婆婆不但没有责骂他们，还道德绑架我，如若我还追究，便是我不懂事，因为一幅画伤了全家的和气。我看着他们一家4口的样子，闭上眼睛，心灰意冷地开口，风筝已经找不到了，算了。若娘站起来，轻轻握着我的手，红着眼睛说，昭昭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知道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这样了，也不会让宝轻易碰你的东西，你也别怪他好不好？一脸慈母的心肠，让宝儿在一旁感动地看着他。若娘的手抓得紧，我低眉一看，她的玉雪一般的腕上带着一个熟悉的玉镯，是镇南侯府上沈家提亲时的定亲的信物。我一直放在丝裤里，如今却戴在了若娘手上。
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这镯子哪里来的？若娘煞白着脸，一脸惊切地看着赵云轩。侯爷。赵云轩上前一步将他护住，快成亲了，这个玉镯你也不戴。我想着他代表着镇南侯府的身份，干脆成亲的时候给若娘戴着尝尝面子，你不会这么小气吧？若娘嘴角带出笑来，昭昭，我拜堂成亲后便把这个还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低下眉眼，不必还了。镯子我不稀罕要，这个男人这个孩子这个家我都不要了。赵云轩夜里来找我，成亲那日，我不希望你在喜堂上见礼，也不想别人以为若娘是妾，要他给你敬茶引起误会。我想了想，成亲那日，你只在后院打理，别出现到前厅喜堂去了，只让宝儿在喜堂上认娘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也知道，若娘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不会在成亲当日让她难堪吧？救命恩人？我冷笑一下，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不必时时提醒我。对了，听说最近衙门抓到一批山匪，不知道那些掳走若娘的会不会落网了？如果抓到了，也算给若娘报了仇。赵云轩脸色一变，站起来，我先去书房处理些公务，不必等我，你先歇了吧。说完匆匆离去，直奔若娘的院子。接着几日，我没有见到赵云轩和若娘，宝儿更是很久未来请安。我只专心吩咐玉儿，将我的嫁妆单子拿出来，把嫁妆认真的装箱清点。玉儿只觉得奇怪，但是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按我的吩咐，把嫁妆装满了100来只箱子。借着搬院子清点的由头，我所有的嫁妆箱子统统整理搬了出来，将正院让给了赵云轩和若娘。几日后，镇南侯娶平妻，便请了京城世家，比当初与我成亲时更盛大了1倍不止。我倾尽镇南侯府的所有，将新房装饰的金碧辉煌，屋里便是金器珠宝。光是梳妆台上的妆盒里的首饰，都是极尽百宝楼师傅的手艺，无一不是稀罕的珍宝。来新房贺喜的贵夫人都看花了眼，窃窃私语，镇南侯对这位新夫人可真是上心，这般宠爱也太过了些。这位听说不是他那位寡嫂吗？哎呀，自幼长大的，情分当然不同了。侯夫人可真是委屈了。我忙在一旁说，若娘当初在进香途中救了我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侯爷娶她，我是极乐意的，他们绝无私情。侯爷是因为若娘对我的救命，才娶她为平妻的，因几位夫人切莫如此说。夫人们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，你啊，真是傻，就是太天真了。男人啊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你看看，人还未进门，正院都让出来了，你啊，快想想以后怎么办吧。这狐狸精进门，昭昭，你可得当心了。吉时到了，新人要拜堂成亲，司仪刚唱道，一拜天地。圣旨到，有内侍拿着圣旨走了进来。赵云轩一脸喜色，轻声握着若娘的手。我问皇上亲封了你为一品诰命夫人，想必皇上应允了，特地选在此时来。内侍打量四周，镇南侯和夫人接旨。若娘忙掀了盖头，和赵云轩上前来接旨。内侍皱着眉，镇南侯夫人接旨，你是哪位？赵云轩忙陪着笑，公公，她便是镇南侯夫人。内侍冷笑一声，镇南侯，圣旨可不是乱接的。皇上亲封的镇南侯夫人只有沈昭昭一位，这位是你的姨娘还是贵妾？这旨意也是你能接的？还不退下？内侍的话像一记耳光，狠狠打在若娘脸上。她含着眼泪，在众人嘲讽的眼神中，脸色煞白的退下。我听着下人的传话，急匆匆赶来，臣妇沈昭昭接旨。赵云轩咬着牙，沈昭昭，你好狠的心计，你又干了什么好事？要破坏我和若娘的婚事？我仰着脸看着他，侯爷，这道圣旨对你和若娘可是再好不过的消息，不如接旨再说。公公展开圣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允威武将军之女沈昭昭与镇南侯赵云轩和离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，钦此。我磕头谢恩，沈昭昭接旨，谢主隆恩。赵云轩呆在当场，和离？为何要和离？昭昭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与你和离？我接过圣旨站起来看着他，你没有说过要与我和离，是我要与你和离。赵云轩，从今往后，镇南侯只有一位主母，就是你的若娘，这样岂不正合适？
免得你为他的名分绞尽脑汁，为他各种谋划，不过就是要娶她吗？如果遂了你的心意，为何不高兴？而且她也不是平妻，她可以堂堂正正做你的妻子，不好吗？满堂宾客早被这道圣旨震惊了，看着这场喜堂变故，早议论起来。沈昭昭不愧是威武将军的女儿，有血性，谁忍得了夫君莫名其妙娶个平妻进门？我看这若娘也不是什么正经人，谁家正经人会嫁给小叔子呢？又不是穷苦人家娶不起亲，兄死弟娶。我看她做寡妇的时候就不怎么样，春日宴那天，她穿的比侯夫人还花枝招展的，比谁都张扬，天天一脸楚楚可怜的样子。这种人啊，最会引男人心疼了。真是好手段。你看侯夫人自请下堂，让他们得意了。宾客们的议论，赵云轩和若娘都听得正着，而若娘又掀了盖头，想遮掩自己的脸色都遮不住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。而老夫人坐在上头，气得发抖，指着我：沈昭昭，我还以为你是贤惠的，没想到你居然恩将仇报，非要挑在今日闹事和离。你非要搅得家宅不宁才安心吗？我退后一步：老夫人，我就是为了镇南侯府家宅安宁才要离开。赵云轩喜欢若娘这么些年，如今得偿所愿。赵云轩气得脸色铁青：沈昭昭，你想和离，你可想清楚了。宝是赵家的子嗣，他只能留在镇南侯府，你要离开只能自己离开，休想带走他。宝一把抱住若娘：我不和他走，我不要离开侯府。我淡然一笑，心早已死了。我没想过带他走，他是你的骨肉，而且若娘还未与侯爷成亲时，宝便早已叫他娘亲，亲如一家，相信日后也会母子相处和谐，我不必费心。若娘眼泪落下来：你是因为我才要和离吗？如果你不愿意，我可以不嫁给侯爷，我不想因为我让你们一家闹成这样。我看着他落泪，看着赵云轩心疼，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佳人。你们做了一场大戏，不就是为了要娶她进门吗？若娘捂着胸口，脸色发白：昭昭，我不求你感恩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云轩和宝？你真的能狠心丢下他们？就是因为我吗？因为我被山匪掳走，云轩怕京城的人说我污了清白，才说要娶我。我说过我不怕别人说我，就算当时是为了救你，可那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我不求任何回报。如果你因为这样而要和离，以后我还有何颜面在镇南侯府生活下去？他掩面而泣，赵云轩搂他入怀，旁人也开始有了恻隐之心，这沈昭昭也有些不知好歹啊。原来当初山道上掳走的是若娘啊，她还真可怜，为了护着沈昭昭，宁可自己被掳走。女子多不易，沈昭昭，你忍忍吧，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众人指责的目光扑面而来，宝用小手帮若娘擦着眼泪：娘亲别哭，宝不会让别人欺负你的。然后看着我，一脸正义地说：母亲，你说过做人要知恩图报，娘亲救过你，你为何总是欺负她，让她哭？上次风筝也是这样，现在也是如此。宝不喜欢有这样的母亲，不讲道理，不懂得感恩，如何当得起侯府的主母？好一个为娘亲撑腰的小男子汉，可是他撑的却不是自己的生母，而是继母。我冷笑一声，再也不看他一眼，只盯着赵云轩和若娘。你为了救我被掳走，可是为何官差来告诉我的，却和你们说的不一样？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我一声令下：玉儿，是，小姐。我陪嫁来的侍卫押着2个山匪模样的人进来，脸上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盯着他们问道：我问你们，在山道劫持镇南侯夫人，可是你们做的？那2个人忙求饶：夫人饶命啊，是别人叫我们干的，我们哪敢劫京城的贵人啊，我们最多劫个过路商队都不得了了。说完抬眼看着我，突然看到旁边的赵云轩和若娘，忙指着说：贵人就是他们俩，他们俩给了咱们500两银子，让我们在你进香的时候打劫，然后假装把那位为你出头的夫人劫走。我们照着演了一场戏，得了500两银子，我们压根没想过要劫持贵人啊，冤枉啊！赵云轩上前就是一脚：放肆，胡说八道，谁买通你们演戏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！那2个可不依了，大声嚷道：我们有证据的，当时你们完事了，你付了银票，这位夫人跟着来的时候还赏了我家婆娘一根金簪子，上面可有字呢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根金簪，
上面果然刻着一个若字。满场宾客跟炸开的锅一样，天啊，镇南侯居然做出这种事来，也太狠心了。我都说了，娶自己嫂嫂做平妻能是什么正经人？果然绕了一大圈，都是为了这个女人，真的让人恶心，估计早已有了苟且了吧。还拜堂成亲娶平妻，听说还给新夫人请封一品诰命呢。镇南侯太不要脸了，呸！我嘲讽地看着赵云轩，都说镇南侯有胆识有谋略，没想到你的胆识谋略都用在了内宅之上，真是让人心寒。你早说要娶她，我必让出这个位置来，何苦要演这场戏，让若娘和这些山匪挤在一架马车里受苦？一个时辰，真是便宜了这些人，和一个美娇娘挤在2个坐的马车里，都不知道被占了多少便宜。若娘的脸上血色尽失，跌坐在地，失声叫道：“我与他们并无触碰，你胡说！”我捂着嘴笑：“嫂嫂，谁知道呢？不是失了清白，赵云轩才要娶你，给你一条活路吗？虽然不是为了救我，可是你的清白还在不在？这除了你和这2个男人，谁知道呢？”我厌恶地转过脸去，将簪子扔在地上。赵云轩，我与你成婚数载，没想到有朝一日你居然为了你的寡嫂这样来害我。你们这样假惺惺的样子，真的让我恶心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从此是路人，再无瓜葛。玉儿，拿上圣旨，我们出府，走。我带着我的人和嫁妆回到了威武将军府。威武将军府因为无人居住，已是一片萧条，只有几个老仆在守着将军府。我早已派人回来通报了，等马车一到将军府，下人打开大门迎了出来，大小姐回来了。我站在将军府门口，将灯笼换上新的，放鞭炮庆祝一下，将军府的主人回来了。而内侍传旨回宫后，和皇上说了那晚的事，皇上传下口谕，镇南侯背信弃义，赔付1万两银子给我作为赔偿。听说镇南侯到处筹银子，才把1万两银子备齐拿到威武将军府。我回到将军府后，重新休整了一下，开始下请柬，与往日交好的夫人开始走动，倒是没有人看低我一个合离的妇人。而镇南侯府情形就不一样了，我搬离了所有嫁妆，加上镇南侯的1万两赔付，等于搬空了大半个镇南侯府。当初出嫁，爹爹将威武将军府的所有家当都给了我当陪嫁，120台。后来出嫁后的1年里，林林总总又给我添了许多东西。赵云轩和若娘的新房，我特意从库房里拿出无数醒目的金器珠宝摆件摆上，让人瞠目结舌，感叹镇南侯对新夫人的偏爱。而和离的旨意一下，我的丫鬟嬷嬷开始从正院里搬东西。当尘埃落定，送完宾客，赵云轩和若娘回到新房要洞房时，发现新房里一片狼藉，连床幔都被扯了下来。若娘的嬷嬷在一旁哭，那个沈昭昭说这些都是她的陪嫁，东西都搬空了，新房里只剩一个空架子了。赵云轩怒斥道：“还不赶紧开了侯府的库房，重新把东西备上？可是突然开库房备的东西，怎么可能齐全合心意？都是慌乱中拼凑起来用的，显得不伦不类，新婚之夜变成了一场笑话。”若娘坐在新房里流着眼泪：“夫君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不是为了我，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。”赵云轩哄着她：“这不怪你，都是沈昭昭，果真是武将之女，如此粗鲁，居然在我们大婚之夜闹和离。你放心，她现在孤身一人，离了侯府无亲可投。到时候等她回头求上门来，让她进府为奴为婢为妾的，你也摆摆侯夫人的架子，好好教教她规矩。”他的话终于把若娘哄笑了，扭身娇嗔道：“我才不要，你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我可不许你纳妾。”当第2天彩礼府的丫鬟告诉我这些的时候，我嘲讽地笑了。赵云轩与我成亲时也曾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不纳妾，不要通房。结果几年功夫，他转身就把诺言忘得一干二净。而老夫人也坐在房里捶胸顿足，她供奉的杨枝玉观音、西域的香炉、皇上赐的佛珠也都被我拿走了。那一夜，镇南侯府过得兵荒马乱，无人能入眠。第2天一早，镇南侯带着新夫人进宫给皇后请安，结果在皇后宫前等了整整2个时辰，也无人传他们进去。倒是有宫嫔和奉诏进宫的贵夫人们出入，上下打量守在门口的他们，这就是新镇南侯夫人。真是好颜色，
难怪是个寡妇也能得了侯爷的欢心。你知道什么？何只要长得娇媚，也许别人还有别的法子呢。难道沈昭昭不是美人吗？你看看，照样下堂去。所以啊，还是人家新夫人手段好。你不如去请教个一招半式的，估计也得了皇上的恩宠。若娘脸色涨红，恨不得找块地钻进去。终于有宫女出来传话，皇后娘娘不得空见侯夫人，两位请回吧。若娘急了，递过去一个荷包，这位姑姑，娘娘为何不想见妾身，还请指点一二。那宫女拿了荷包捏了捏，微微一笑放好，轻声说：皇后说了，威武将军是皇上敬重的老臣，当初侯爷承诺对将军女儿一心一意，如今却另有新人，不免让人心寒。何况两位居然还设计陷害沈小姐，事情传入宫中，皇上震怒，说侯爷这样的人背信弃义，不可深交，更不能重用，两位还是请回吧。说完，转头进了宫里。赵云轩如被雷劈一样呆在当场，皇后的话那就是传达了皇上的意思。宫女哪里敢这样传话，不过是皇上的意思敲打他罢了。他违背了承诺，也是辜负了皇上的期许，所以他因为要娶若娘做的这一切，皇上都知道了，并厌恶至极。他面如死灰的和若娘一起出了宫，回了侯府，而宫女说的这些话，早已被经过的贵夫人出宫后传得满城皆知。世人最是捧高踩低，镇南侯府一下子从炙手可热的京中权贵沦落到门可罗雀，无人登门。见了镇南侯府的人都避之不及，旁人还不觉得如何，最开始闹起来的是宝。以前我在侯府吃穿用度一应给他都是最好的，可如今侯府库房亏空的紧，哪里还能像以前一般，连带着他出去学堂也因为一块玉佩质地不好而被嘲笑。赵启瑞，你们镇南侯府不会没钱了吧？你怎么连这种几两银子的玉佩也挂身上？前段时日不是早就听说你的新娘亲对你极好吗？怎么好的连件好衣服和玉佩都这般不上心？等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就更不要你了。听说他父亲为了娶新夫人赔了1万两银子呢，到处借钱，估计早都没钱了。宝回到侯府，看到若娘就哭闹：娘亲，我明日要坐那辆大马车去学堂，今日学堂的弟子都笑话我的马车又小又旧。若娘为难道：可是明日娘亲要参加春宴，娘亲要用那辆马车，你再忍耐几日可好？宝儿大叫道：我不，为何要忍耐？以前母亲在的时候，学堂里的人都羡慕我的马车，还有我的文房四宝，衣服也是常新的，现在别人都笑我天天只能穿旧衣。果然他们说的对，做了后娘便对宝儿不好了。宝儿闹到老夫人那里，老夫人抱着宝儿叫来了若娘，以往看你是极贤惠的，怎么如今当了主母便苛责起来？宝儿一个孩子能用得多少？衣服还不能日日换新？我看你倒是还不如那个沈昭昭。若娘咬着唇含着眼泪，老夫人说道：你也不必委屈，你自己也好好想想，如何做一个称职的侯夫人才是。若娘有苦说不出，镇南侯府的账上全是窟窿，一堆的账等着她结算，以前我都是用嫁妆贴补。而若娘的家世不过一个小官的庶女，哪里有什么嫁妆，有的也不过是赵云轩给的提己，不过1个月便填了个干净。老夫人日日要喝燕窝，1个月下去便是几百两。赵云轩喜欢喝酒，而且喝的是最贵的梨花白，一壶便要100两。宝儿的笔墨纸砚都是最贵最好的，衣服也是锦绣阁美妓送来。他两眼一黑，才知道这侯府全靠我当初的嫁妆支撑着。现在一走，没了银钱，这些燕窝美酒都没了，个个都对他不满意起来。直到镇南侯府要做赏菊宴，按以往习惯，管事在我的陪家铺子里买几十坛的美酒，若娘却打发了人说要赊账。我听掌柜的来请示，点头给他赊。若娘一听我同意了，脑子一转，宴席所需的锦缎，酒楼要订的酒席，统统都从我的陪家铺子里订，都说赊账。他派来的嬷嬷一脸得意：你们东家沈昭昭也要识去些，一个和离妇人，谁敢要？到时候还不是要回侯府？如今他低眉顺目的，改日要进侯府的大门，我们主母也自然高看他一眼，赏个妾当当，也比当通房好，是不是？说完，趾高气扬地走了。到了赏菊宴当天，赵云轩看着席面和美酒点心，都极满意，宾主尽欢。
谁知正到热闹时，7、8个掌柜堵在了镇南侯府前要账，让你们侯夫人把账结清了。你们别以为是侯府就能赖账，要是今日不给钱，我们就报官了。吵闹声惊动了里面的人。赵云轩呵斥道：“怎么回事？谁敢在侯府门前闹事？”掌柜们举着账单说：“侯爷，我们都是小本生意，求你把账结了吧。”“是啊，侯爷，侯夫人拿了东西便走，还威胁我们东家。我们东家只是一个弱女子，都和离了。侯爷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不好吃绝户的呀。”“对啊，你这不是欺负我们小姐无人撑腰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？你这是吃绝户啊！”这些掌柜的话说的难听，赵云轩狠狠瞪着若娘：“你干的好事，赶紧把账结清了。”若娘苦着脸解释：“明明沈昭昭答应了赊账的。”掌柜们不依了：“你那是逼着我们东家答应的。哎，镇南侯府要赖账了，你们还吃什么？这些酒席都是赊来的，你们不给钱，这些酒席我们可要叫人撤走了。那绸缎也还给我们。”外面管事闹得凶，消息传到内院，各家夫人脸色都不好看起来，看着若娘冷言冷语：“侯夫人，要是没钱便别撑这么大的脸，让我们吃赊来的酒席是怎么回事？怎么镇南侯府从换了主母就成打发叫花子的了？我活了几十年，这倒是第一次见被外面掌柜堵门的，真是丢人，真是扫兴。我们走，以后你们镇南侯府的请柬还是别往我们府上发了吧，我们实在吃不起。”所有贵客一下子都走空了，赵云轩的脸涨得红紫，狠狠一个耳光打在若娘脸上：“镇南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镇南侯府如今都成了京城里的笑话，那赏局验欠的账都是从老夫人的嫁妆银子里拿了钱出来结清的，把老夫人气得半夜心口疼的叫太医。我对镇南侯府闹出的笑话嗤之以鼻，然而我却没想到赵云轩却带了宝上将军府来。宝一见我便扑过来：“母亲。”我看着他：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赵云轩咳了一声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宝儿今日生辰，他想和你一起过。”我想了想，确实是宝儿5岁了。我淡淡一笑，吩咐玉儿给小世子备一份生辰礼送到侯府去，然后抱歉地看着他们：“我今日还要赴长公主府的宴，就不陪你们了。”宝儿一把拉住我：“母亲是不要宝儿了吗？”我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：“小世子不是早就不要母亲了吗？不是说喜欢若娘做你娘亲吗？如今得偿所愿，怎么不高兴？”宝儿眼泪汪汪的：“母亲，宝儿知道错了。”我轻轻挣开他：“小世子5岁也该长大了，日后好好读书10里，我祝小世子生辰快乐。”说完，转身上了马车。昭昭，赵云轩叫住我，眼里都是悔意：“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？我一定会好好对你。”我嘲讽地笑了：“侯爷，当年你也说过会好好对我，不过后来就变了。我错信你1次，不会再信第2次。侯爷日后不必再来了，我们已经和离，再见面不合适。”说完，吩咐马车驶走了，慢慢地将他们父子抛在身后，越来越远。同年末，听说镇南侯夫人若娘有了身孕，但是却因为与宝儿起了口角，在后花园摔进了湖里小产了。因为身子受了伤，太医说日后很难再有子嗣了。若娘的娘家人上门大吵了一场，拿一些银子好处，也没理若娘，径自离开了。若娘与赵云轩吵了无数次，她要将宝儿送到江南的书院。赵云轩和老夫人不同意，宝说她是后娘心思狠毒，要独霸侯府家产。一个侯府吵得乌烟瘴气，而镇南侯本就不受皇上待见，皇上借着他办差失误，将他降爵，并派到了西北一个州府驻守。镇南侯府所有人全部一起离开了京城，去了遥远的西北，此生再无回京的希望了。我看着曾是京中权贵的镇南侯赵云轩，只带着2辆破败的马车离开，微微一笑。他此生只能如此了。从权贵到落魄的州官，且是最贫困、民风最剽悍的州县，那里的州官除了老死在那里，再无可能离开。对于骄傲且一直养尊处优的赵云轩一家来说，比死还难受。我转过身，如今京城正是阳春3月万物生的日子。我上了马车，与侯府的马车驶向相反的方向，迎着越来越明媚的春光而去。全文完。
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